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每周分享家庭美食。今天给大家分享3种月饼的水果馅料的做法，既可以制作苏式月饼，也可以制作广式月饼，分别是葡萄、哈密瓜和菠萝。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在家里制作各种的水果馅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菠萝馅料的制作。一个新鲜去皮的菠萝或者是凤梨，我们先把它一分为二，其中的一半菠萝要切成菠萝丁，切好之后要放在一个小碗当中，剩下的这个菠萝把它切碎就可以了。把剩下的这半菠萝放在破壁机里，或者是用搅拌棒给它打成菠萝汁，这样第一步就完成了。第二步我们来炒馅儿，不用开火，先在锅里加入50克的水，水中加入20克的吉士粉。等水融化了吉士粉之后，可以加入适量的糖，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视频中是加入了100克的白砂糖，大概加入20克的黄油。最后把刚才打好的菠萝汁和切好的菠萝丁全部倒入在锅中，这样就可以开火了。用小火慢炒，漫长的炒制之后，这个菠萝就会变成一块柔软的菠萝馅儿。如果我们拿这个菠萝馅儿来制作月饼，尽量炒得稍微硬一点。如果我们制作各种的糕点，这个馅儿就要炒得软一点，因为太软的馅儿做月饼会开裂。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馅料的制作。第二种馅料是山东济南这边比较有名的葡萄馅儿。这个葡萄馅儿它要和土豆进行搭配，炒出来才好吃。土豆和葡萄同样都是各500克。第一步，我们先要把土豆切成土豆片，放在一个盘子当中，然后放入在蒸锅当中，直接热水起锅蒸15分钟左右，土豆片就都蒸熟了。趁着蒸土豆片的这15分钟用搅拌棒或者是破壁机把这500克的葡萄打成葡萄汁。这个葡萄一定要洗干净，洗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加一点点的面粉，这样葡萄会洗得特别的干净。葡萄汁打好之后我们的土豆也蒸熟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勺子把这个土豆压成土豆泥儿。第一步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个馅料的炒制是先用小火预热锅，锅热之后倒入葡萄汁，紧接着把所有的土豆泥儿都倒入到锅中，用铲子不断的搅拌，直至搅拌到锅里的食材冒起了小气泡，葡萄汁已经煮沸腾了。在这个时候加入30克的食用油、玉米油、色拉油都可以，按照这个食材的比例和原有食材的含糖量，加入60克的白糖进行调制，口味应该刚刚好。当然白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调整。经过不断的炒制，水分已经蒸发的差不多了，现在看上去就像一锅芝麻糊一样。到了这种状态下，加入100克的葡萄干。当这个馅儿的水分基本上已经炒得差不多，已经有形，变得很柔软，趁着余温可以加入50克炒过的熟核桃仁。这款馅料已经被商家注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爸用他的经验进行改版复刻的这款馅料，做出来和原版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这款馅料，真的特别的棒。来看我们要制作的第3种馅料，哈密瓜馅的。哈密瓜这种馅儿要和冬瓜去搭配，首先准备的是1000克的哈密瓜，搭配400克的冬瓜。这款馅料我们要把哈密瓜和冬瓜全部切成小块，然后放在一起，通通的用搅拌棒或者是破壁机给它打成汁，然后起锅倒入到锅中，用小火直接翻炒。当翻炒一会儿之后由于受热，它的颜色会变得稍微比较深一些。按照这个食材的比例和甜度的话，我们加入100克的白砂糖，差不多刚刚好。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的加减。当炒制就像芝麻糊一样，可以加入50克的黄油。黄油在锅中融化，搅拌均匀之后，盖上锅盖焖它一会儿。当焖到就像大概1碗稀饭的粘稠度，用20克的淀粉分2次给它收汁。制作水果馅料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好，做月饼馅料要炒得硬一些，做糕点馅料可以炒得软一些。接着进行不断的翻炒，直至炒成型柔软，我们的馅料就炒好了。前2天老爸已经分享过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的做法，制作方法
烘焙方法也分享给了大家，所以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月饼的制作过程了。我们只需要按照往期的方法把馅料替换，就可以制作出不同口味的苏式、广式的水果月饼。明天呢还会分享豆沙、枣泥、绿豆的制作方法，也可以制作各类的糕点和月饼。大家如果喜欢这位勤劳退休的面点师的手艺和他无私分享的家庭美食，请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也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